保羅和希拉從腓立比出發，經過安斐波里、亞波羅尼亞，一路來到帖撒羅尼迦，在那裡有猶太人的會堂。保羅照常進入會堂，連續3個安息日與他們講論，從聖經中解明並證明基督必須受害，從死裡復活，並說他所傳的耶穌就是這位基督。有些猶太人被說服，與保羅和希拉一同服從，還有許多敬虔的希臘人以及不少尊貴婦女也都歸向他們。這個城市因此開始出現信仰擴展，但同時也帶來強烈對立。那些不信的猶太人心裡嫉妒，就招聚市井惡人，形成暴動，衝擊耶穌的家，要把保羅和希拉拉出來交給群眾，但沒有找到他們，就把耶穌和幾位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裡，控告他們攪亂天下，並說這些人已經傳到這裡。官員和眾人聽見這些話就驚慌，收了寶狀之後才放人。於是弟兄們連夜打發保羅和希拉往庇哩亞去。他們到了庇哩亞，進入猶太人的會堂。這裡的猶太人比帖撒羅尼迦人更為開放，他們甘心領受這道，每天查考聖經，要看所聽的是否真的如此。因此他們中間有許多人信了，也有希臘尊貴婦女和男子信了。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得知消息後，又趕到庇哩亞，煽動攪擾眾人。弟兄們立刻護送保羅前往海邊，但希拉和提摩太仍然留在那裡。護送的人把保羅帶到雅典，然後才離開。他在雅典等待希拉和提摩太的時候，看見滿城都是偶像，心裡非常焦急。他在會堂裡與猶太人和敬虔的人辯論，在市集上也天天與遇見的人交談。這座城市成為他第一次面對思想型文化衝擊的地方。有以北古羅和斯多亞兩派的哲學家與他辯論，有人說他像是在說閒話的，有人說他似乎在傳講外邦神，因為他傳講耶穌與復活。他們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，說你所講的這新道，我們願意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，因為你帶來的內容讓我們耳目一新。雅典人和住在那裡的客人都不空閒，只喜歡講論和聽新鮮的事。保羅站在亞略巴古中間，說：眾位雅典人，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神。我行走的時候，觀看你們所敬之物，只有一座壇，寫着未識之神，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，我現在就告訴你們。他開始講說創造天地的神，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需要人的供奉，好像缺少什麼，因為他自己賜生命、氣息和萬物。他從一本造出萬族，使他們住在地上，並預定他們的年限和疆界。他又說，我們生活、動作、存留都在乎他，正如你們有些詩人所說，我們也是他的後裔。既然我們是神的後裔，就不應該把神的本質想成金銀石頭的雕刻品。神如今吩咐各處的人都要悔改，因為他已經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設立的人按公義審判世界，並且叫他從死裡復活，給萬人做可信的憑據。眾人聽見從死裡復活這句話，就有人譏笑，有人說以後再聽你講。但有幾個人貼近他，信了，其中有亞略巴古的官員丟尼修，還有一個婦人名叫達瑪利，以及其他人與他們一同信了。從帖撒羅尼迦的衝突到庇哩亞的查經群體，再到雅典的思想對話，這一章不是單一的傳道推進，而是福音第一次進入哲學與文化中心的正面交鋒，在理性最密集的城市中，被迫用更完整的方式表達自己。